在短短几秒钟内给鹅灌下整整好几斤的粮食，这有多么不可思议！然而，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之所以在这几秒钟内就灌入这么多的粮食，就是为了让鹅肝能够快速生长，可以在短时间内长到正常鹅肝的10倍，从而赚到更多的钱。法国人强行喂食，让鹅肝快速增大的过程，看完真的是太残忍了。提起法国美食，鹅肝是必须要包括在内的。鹅肝是法国大餐中的顶级美食，也是上流人士的最爱。鹅肝价格极其昂贵，它和松露、鱼子酱并列为欧洲的3大美食。鹅肝口感细腻，味道极其鲜美，放入小小勺子在你的口中，它会不断刺激你的味蕾，让你飘飘欲仙。而且鹅肝非常绵软，入口即化，不知不觉中已经悄然消失在你的口中。鹅肝生产的过程十分恐怖，也许大家早有耳闻，但是具体有多么恐怖，相信大部分人并没有亲身感受。现在我们就带大家详细了解一下。鹅肝之所以能长到这么大，是因为它属于一种脂肪肝。从鹅小的时候，鹅肝的生产过程就开始了。刚刚出生的小鹅就被放在野外，小鹅们自由自在地嬉戏、打闹、玩耍，和别的鹅没有什么两样。然而，这种幸福的生活只能持续短短的3个月。不过，3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，转眼间，小鹅们被抓到鹅肝工厂，他们的噩梦也即将开始。人们强行给鹅灌粮食，目的就是培育出比正常鹅大上数倍的鹅肝。这个过程到底有多残忍？首先，小鹅们被固定在一个个相邻的铁笼子里，这些铁笼子的空间非常狭小，仅仅能容纳幼鹅的身体。小鹅根本没有办法在笼子里自由活动，只有一排排脖子露在铁栅栏外面，这样可以训练小鹅们的颈部肌肉，让肌肉变得强韧有力。工人们会持续地给小鹅增加食量，持续一段时间以后，经过不断的训练，小鹅颈部的肌肉已经足够发达，可以承受强行灌食。而且这时，小鹅的胃也已经撑得足够的大，工人们就要开始下一步的喂养。最残忍的事情将要降临到小鹅的身上。工人们会把玉米粉和其他饲料混合在一起，然后把配合好的饲料放入喂食机器中。工人们会一只手牢牢抓住鹅的头，另一只手将一根长20到30厘米的管强行插到鹅的喉咙深处。这个过程会让鹅非常难受，但工人们却无动于衷。他们接着会开动喂食的机器，随着机器的运转，大量的饲料将会被强行送入鹅的胃中。伴随着饲料进入鹅胃中的，还有鹅的食管被损伤而流出的血水。可怜的小鹅待在狭小的笼子里，还没有休息好，同样的一幕又上演了。工人们又抓住鹅的头，不顾鹅的痛苦，强行把铁管插入它的胃中。就这样，上午灌入的饲料还没有消化完，下午又开始强行灌入。每天如此，鹅小小的胃里平均一天会被灌进去几公斤饲料。而且为了让鹅肝的口感变好，工人们还会刻意地减少饲料中钙的含量。由于持续的缺少钙的补充，鹅的骨头逐渐变得发育不良，连站立都有困难，每天只能趴在笼里等待着下一次喂食的到来。在外人看来，此时的鹅已经不像一个生命，而像只是为了供应鹅肝而存在的生长机器。这就是法国鹅肝培育的过程。人们眼中只有又大又肥的鹅肝，根本不会在意鹅的感受。人们会将食管插入鹅的胃中，然后强行灌下粮食。在食管不断插入拔出的刺激下，鹅的喉咙和食管已经伤痕累累，到处是溃烂的伤口，以至于喝口水都会从溃烂的地方变成血水流出来，而消化不完的食物会变成血便流出。而且这时，食管的插入已经不再那么顺利，因为鹅的食道由于受到过分的伤害，已经长了很多像肿瘤一样的肿块，让食道变得狭窄。小鹅由于饱受折磨，精神状态变得极度不佳，而且身体也变得很差。由于长时间受到过度喂养，很多鹅也因此器官破裂而死，以至于工厂主不得不发布命令，凡是喂养的鹅死亡较少的工人将会获得额外奖励。痛苦的3周时间终于过去，鹅的脂肪肝已经足够成熟，比正常的鹅肝要大6倍以上。这时，鹅的生命也就即将走到尽头。鹅被工人们随意从笼子中抓出来，集中一起送到宰杀工厂。
在宰杀工厂的流水线上，工人先把鹅宰杀以后再脱毛，最重要的一步即将来临。工人们把体温依旧温热的鹅的腹部小心翼翼地剖开，仔细地尽量把鹅肝毫无破损地取出。只有毫无破损的鹅肝才能卖上好价钱，而稍微有破损的鹅肝，由于失去了卖相，只得碾碎制成鹅肝酱，出售价格自然也就低了很多。被取出肝脏的鹅被随意倒挂在流水线上，等着分割出售，榨取鹅的最后一点价值。工人们把取出的鹅肝清洗干净以后，密封包装，然后冷冻起来。下一步，鹅肝就会被送到世界各地的高档餐厅，制成各种美味的大餐。鹅肝由于价格昂贵，通常只有富人才能享受得起。看到这么残忍的生产过程，你还忍心吃鹅肝吗？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讨论。